女子穿越成年代人中的大肚子孕妇，还是出场即死的炮灰女配。原主婚后被人算计，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反抗，为了那些流言蜚语想不开，投湖一尸两命。穿越后睁眼就是投湖现场，女主竟还要推她下湖。云金小心！云金看着这眼神带着敌意和杀气，打算把她推下水的冯倩倩。生死关头保命要紧，云金一个灵活的走位，冯倩倩狼狈不堪的掉入人工湖中。云金看着扑腾的冯倩倩，云金心有余悸，若不是我突然穿书，此时在人工湖扑腾的就是我了。真如同小说中写的那样，被发现时是一尸两命。云金救我，快拉我一把，我不会游泳。云金冷眼看着泡水里的人，冯倩倩眼中暗藏的光芒让云金警铃大作。这眼神怎么不像是要我救他，倒像是想把我拉下水。我可不会按照小说设定那样，真的成了早逝原配给冯倩倩腾位置。我要被淹死了，云金快拉我一把，求求了！真是晦气，明明都要跳湖的人，怎么还不乐意死了？云金为什么不去死？他根本配不上贺廷川，亏得我铺垫那么多，就等着云金跳湖后顺理成章的嫁给贺廷川。谁知道这个女人突然变卦，还害我落水，这个哑巴亏，我绝不白吃。冯倩倩朝云金伸出求救的手，云金才不傻，看出她的别有用心，怎么可能涉险？我也不会游泳，你坚持，我去找人来救你。云金你回来，你别走啊，你拉我一把就行。冯倩倩是女主，肯定没那么容易嗝屁，我一个炮灰命，还是保命要紧。云金走了没几步，恰好遇到路人。同志，不好了，人工湖那边有人落水了，你们快去看看，能救救救，不能救，把尸体捞上来也是一件好事。我一个孕妇不会游泳，不敢救人，你们救人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好人好事记在我头上。我是云金，炮兵团贺廷川贺团长的爱人，我做好事不留名。终究是救人要紧，他们立马朝人工湖那边飞奔过去。云金按照记忆朝着居住的家属院走，还没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抓着手臂，一回头就看见一个高大挺拔、肩宽窄腰、面容冷峻、周身散发着凌人气息的男人，正是书中的男主贺廷川。你这是什么意思？云金，你在闹什么？别忘了，你答应你哥哥的，你想让我成为罪人吗？云金下意识接住掉落的遗书，只见上面寥寥数语，交代后事。抱歉，原谅我的自私，孩子我带走了，放你自由，我会和我哥解释的，你以后好好和别人过日子。为什么遗书上的字和我的一模一样？难道说我穿书了，所以遗书也变成了我的字迹？云金视线落在贺廷川捏着的拳头上，手背青筋突起，吓得云金吞口水警告：我是孕妇，你不能家暴我。我的拳头只会挥向敌人，不打你这种无理取闹、好日子不过非得瞎折腾的女人。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女人。贺廷川没说话，默认了一切。云金气得胸脯起伏，一脸愠怒，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感觉到他的情绪，踢了他一脚，惹得云金警告的拍了一下肚皮。别闹，你欺负肚子做什么？你有气找我撒，别拿肚子说事。贺廷川抓着他继续拍肚皮的小手，触手冰凉，二话不说脱了军绿色外套披在他单薄的身上，不许他嫌弃挣扎。别动着我儿子。没想到还是个重男轻女的老封建，在你心里只有你儿子，信不信我给你生个女儿，气死你。你生我养。贺廷川看着气呼呼的女人，就算生气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瞪着你的时候有种撒娇的感觉，一想到他留下的遗书，贺廷川心里那点欢喜立马凝结。这女人竟然敢想不开，她疯了。你那信什么意思？再让我看见，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贺廷川，别人欺负你媳妇就算了，你现在也欺负我，老天爷，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怎么突然就恢复了炮灰原配的意识？难道和小说人物融合了？书中原主可怜懦弱、孤立无援的炮灰女配，哥哥云立业为救贺廷川牺牲，临死前托贺廷川照顾妹妹，她才嫁给贺廷川。在这段婚姻中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诟病，才会有带着未出生的孩子轻生的念头。你别哭，谁欺负你了？还能是谁？不就是大院那些人，都说我配不上你，不配成为贺团长的妻子，说我大字不识几个，毫无可取之处。我被大院的人背后蛐蛐，当面阴阳。你这个作为丈夫的人，腹中孩子的爹，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你媳妇？这是为什么没人和我说？他们巴不得我们闹离婚，逼得我一尸两命，怎么可能和你说？他们只知道背后欺负、羞辱我，我嫁给你差点没命。他们是谁？云金刚要开口的时候，一群人找茬似的朝云金他们走来。哎呦，贺团长回来了，正好，你快来评评理，你这个乡下来的媳妇不得了啊，她差点杀了人，都怀着孕，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他说你儿子没屁眼呢。贺廷川瞥了眼幸灾乐祸的女人，以及她隆起的肚子。他怎么知道是儿子？万一是女儿呢？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也会像眼前的女人一样，委屈的眼眶红红，可怜兮兮的向自己哭诉她被人欺负，贺廷川拳头硬了。我媳妇一个蚂蚁都舍不得捏死，她一个孕妇行动不便，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云金附和的点点头，一脸委屈无辜。
给我未出生的儿子道歉。曹营长知道嫂子嘴巴这么毒吗？嫂子这不是一时口快，要怪就怪你媳妇，她真是……我媳妇很好，不需要你夸。嫂子说说看，我这才回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污蔑我媳妇？原本不想把事情闹大，既然贺团长问了，就别怪嫂子不给你媳妇遮掩。你媳妇啊，她把新来的教导员冯倩倩给推下湖，差点淹死。我推的，我怎么不知道？冯倩倩是谁？还能是谁？你未来的二婚老婆，人家等着我嗝屁接盘呢。书中的冯倩倩也是一个重生女，上辈子也是个可怜的女人，符合一切重生女该有的悲惨。重来一世，为了报复渣男，看上渣男的小叔贺廷川，就等着云京一尸两命后嫁给贺廷川。新来的教导员来家属区扫盲的，你没见过这样的女主配当女主吗？现在竟然还污蔑我，推她下水，真无耻！一本小说只有一个女主，既然我来了，女主的这个位置可以换人了。是他说我媳妇推他入水的？没错，要不是路过的好心同志把人捞上来，他是现在已经被淹死了。你要是不信，可以找人对质。好激动，小说男女主这是要提前见面了吗？等下，贺廷川不和曹大嫂废话，打开门回家，从鞋架上拿了一双干净的鞋子以及一个凳子出来，示意云京坐下。鞋子湿了也不知道坏，多大的人了，你就是这么照顾自己的？冯倩倩这边，她在人工湖泡了一会儿才被救上来，回来后立马换了干净的衣服，想着自己那一番茶言茶语肯定能让那些八卦的大嫂子们多想。上辈子听闻这位小叔的原配是自己想不开，趁人不注意跳湖一尸两命，但道理今日云京该死的，他现在还活着，是不是自己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我该如何把剧情拉回来？若是云京那个原配不死，我怎么嫁给未来位高权重的一把手贺廷川，报复那个不育男人？正想着，外面传来说话声，就是这儿，冯教导员你在家吗？曹大嫂走在最前面，指着紧闭的房门敲了敲。没想到这个乡下来的死丫头这么不要脸，做错了事情不承认，还狡辩，竟然欺骗贺团长为自己出头，她也不怕等会真相大白，自己丢人。冯倩倩打开门走了出来，故意撩了一下脸颊边上半干的湿发。怎么了？表里表气的，劲敌啊！还不是为了你被推下水，差点淹死的事情，我们去找凶手理论，他竟然不承认，还让贺团长误会，以为我们污蔑。正好大家都在，冯教导员评评理，到底是谁的错？冯倩倩被众人围观，顿时觉得头大。没想到这个曹大嫂这么没本事，竟然还把我拉下水。她确实说了似是而非的话，让他们去霸凌云京，谁知不成功，还给自己惹麻烦。既然云京没死，我就不能这个时候在贺廷川面前失了好感。真是小母猪拱门帘，全凭一张嘴。刚穿书就被女主差点推下湖，还引导老嫂子欺凌怀孕的她，没想到直接啪啪打脸。大嫂，你是不是听差了？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被人推下去的？我都准备好和你掰扯了，你竟然这样说。怎么不是你说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去找贺团长媳妇。大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可没说是贺团长媳妇推我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掉下去。贺团长媳妇恰好在场看见了，要不是他叫人，我也不会被救。可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要不是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你也不会。曹大嫂话没说完，顿时没了底气，人家确实没说是他推的，后面的话故意让人遐想，该自己出面的时候，云京不会迟到。看样子真相大白了，曹大嫂是不是欠我一个道歉？对不起，是做嫂子的关心则乱，误会贺团长媳妇，是我的错，下次不会了。冯倩倩也不错过任何一个在贺廷川面前刷好感的机会，她笑容浅浅，态度诚恳，对贺廷川道：贺团长见谅，都怪我说话没说清楚，让人误会你媳妇害我落水，道歉啊。冯教导员要道歉的对象不是我，是我媳妇才对，被你们误会的是她，该被道歉的也是她。冯倩倩被下了面子，尴尬一笑：嫂子抱歉，你救了我，还被人误会，对不起，都怪我。确实怪你，又不是哑巴，怎么说话还说一半留一半，让人误会，害得我一个孕妇被人围攻，腹中儿子还被人骂没屁眼，我儿子做错了什么？就是你要是说清楚，也不会闹出今天的事情。冯倩倩嘴角抽了抽，被大家盯着也不好翻脸，只能态度诚恳的认错。嫂子抱歉，都怪我。行吧，这次就算了，以后不要吞吞吐吐的。没想到我今日好心救人，差点被人污蔑，以后还是少做好人的好。冯教导员说是不是？早知道就不提醒他小心好了，直接上手岂不是更好？真是后悔啊！要是能重来，绝不会让云京有改变上辈子命运的机会，都是我的错。回到家，云京准备找件自己的衣服穿上，找了一圈，发现没一件适合他现在穿的。家里的衣服都是原配从老家带来的破烂，打了补丁不说，现在怀孕6个月，肚子那么大，根本穿不下，真是有苦硬吃啊！怀了贺廷川孩子，还舍不得花他的钱，穿书的事实改变不了，既来之则安之吧。贺廷川，你下午有事吗？你又要做什么？买衣服，你没看见你媳妇我没衣服穿吗？好。贺廷川早就看见了，他不是没给钱买衣服，这女人固执别扭，
给钱不花，主打一个贫穷最光荣。我饿了。云晶穿过来也有2个小时，这会儿肚子饿了，只想吃东西。想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你看着办。军属大院有食堂，贺廷川便出门打饭去了。闻着别家炒菜香味，云晶不争气的吞了吞口水，想找点零食填补一下，发现家里根本没吃的。想到原配藏着的那些不愿意花的钱，等会要出门买衣服，云晶打算找出来带着出门，全都花掉。我要是不花，以后有的是女人替贺廷川花钱。藏钱的地方有点高，还没习惯这个大肚子的云晶垫着脚，差点够到了，肚子被拉扯一下，疼得他差点摔跤。就在他快摔跤的时候，强劲有力的手臂揽着他的腰，耳边是贺廷川冷硬的声音：云金，你闹够了没有？我怎么闹了？我就拿个藏钱的盒子，招你惹你了？云金，既然你不愿意，这孩子你不想要便去医院打了吧。你不想和我过日子，我成全你，我们离婚，你不用作践自己，寻死觅活。我答应过你哥，照顾好你，而不是逼死你。贺廷川以为他出任务2个月回来，他会想清楚，安心的留下来和自己过日子。没想到他回来看见的是他的遗书，后悔自责没早早放手。他就这么不愿意嫁给我？小说中有这一段吗？孩子都6个月了，竟然让我去打了，感情伤的不是他的身体。腹中胎儿似乎察觉他情绪变化，对着他的肚子拳打脚踢，想反抗也想刷存在感。你怎么了？被你气的。贺廷川，你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我打了孩子，和我离婚找下家对吧？你这个渣男，我死都不会成全你。孩子我要生，婚我不离，你一辈子别想和别人在一起。贺廷川被他吼得一愣，压下心中的狂喜，面上却毫无波澜。你要生下他？对，我要生个超雄儿子，气死你！超雄是谁？你和他什么关系？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你想给他找后爹？什么后爹？我倒是想，你给吗？做梦，你这辈子都死了这条心，儿子必须留下。贺廷川表态，还不忘咬牙切齿的问：超雄是你在乡下的那个对象？什么乡下对象？你胡说八道什么？超雄是一个名词，就是天生坏种的代名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代名词，听起来就不是好东西。不是饿了，就算要闹，也得吃饱了再说。云晶确实饿了，没和他客气。饿坏了的云晶打开铝方盒，还以为能看见一份像样的饭菜，谁知道就一个馒头，一点点小咸菜，饭盒都没装满。你想饿死你媳妇，好换新人，这么点怎么吃得饱？你当你媳妇我是小猫小狗啊？你以前不都吃这么多？有时候一个馒头都吃不完，要吃第2顿的，说自己天生胃口小，吃的不多，好养活。这次就算了，下次给我正常饭量。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想饿死你儿子你就说。云晶胃口大开，3、5口就吃完了，他才吃了一个半饱。没吃饱，等着，记得打点肉，我爱吃。贺廷川大步流星朝食堂走去，距离食堂下班还有几分钟，基本上这个时候都没什么。早知道他要吃肉，方才就一起打了。贺团长也来吃饭啊？怎么没看见你爱人？他在家休息，有事。今天那是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曹大嫂会听差了，给你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有事，你有什么歉意去找我爱人说。冯倩倩看着大步离去的人，话到嘴边只能憋回去。云晶这边等得他刚吃下去的那些都快消化的时候，贺廷川才匆匆回来。食堂没肉了，我开车去国营饭店给你点的红烧肉，现做的，耽误了点时间，不是故意饿着你。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呢，就算去杀猪也差不多该回来了，谢了呀。毫无诚意的道歉，贺廷川什么都没说。他愿意吃肉了就好，吃完后饭盒我来收拾，领导找我说话，我去就来。云晶没说什么，等他离开了，打开饭盒一看，是色泽红亮的红烧肉。云晶拿着筷子，迫不及待开动，正吃着，冯倩倩突然出现在门口。今天多亏了贺团长，不然我都吃不上食堂的红烧肉。我去食堂太晚，恰好没菜。贺团长看我吃白饭面，特地加了几块红烧肉给我。原来我吃的那些红烧肉是从嫂子嘴里抠出来的。云晶挑了一下眉，听懂了，他是故意来气自己的。这么贴脸开大，也不怕脸肿。这可真是不好意思，我不该和孕妇争吃的。谁知道贺团长那么大方热情，让人盛情难却。嫂子不会生贺团长的气吧？巴不得他生气，最好一气之下去跳湖。按照上辈子的剧情来，他若是不跳湖，我怎么上位？我还没死呢，见男人这么快就开始心疼冯倩倩这个未来二婚媳妇有没有肉吃等等。贺廷川好像说这红烧肉是特地去国营饭店买的，怎么到了冯倩倩嘴里是食堂出品？我爱人给你的红烧肉？对，是他。贺团长太贴心了，我都不好意思。你确实该不好意思，我听着都替你不好意思。嫂子这是什么意思？这女人怎么说话呢？不是说她这人性格有点怪，不合群不说，还一股子乡下来的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说话怯弱，都不敢正眼看人，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这话怎么阴阳怪气的，话里透着刺，扎人的很。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觊觎我男人，想抹黑我男人是不是？我男人买回来的是国营饭店的红烧肉，你说你吃的是食堂的红烧肉，下次撒谎记得打草稿。还有，贺团长已婚，你要是继续不要脸的纠缠，
就是破坏我们军婚，你这是犯罪，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这么没道德？世上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得抢别人的？你那么喜欢当小三吗？冯倩倩没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女人竟然骂自己不要脸，他果然该死，要不是我的出现，他怎么会避开一尸两命的命运？嫂子，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破坏你和贺团长的婚姻？你不要多想，我知道孕妇容易情绪激动，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解释，你解释什么？云晶这会儿看着罪魁祸首就来气，虽然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是想迁怒一下他。你怎么不吃？哦，听说你把给我的红烧肉盛情给的冯教导员，我这正生气呢，你媳妇重要还是冯教导员重要？绿茶女看上她老公，现在又在她面前胡说八道，可云晶早已不是当初的软包子。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问？她是故意让我下不得台，果然上辈子她死有余辜，这辈子怎么不去死啊？我没有。冯倩倩知道事情不可控，她走也走不掉，只能硬着头皮道歉。道歉，是我误会了，我以为那红烧肉是贺团长特地留给我的。不是我，冯教导员，以后说话过一下脑子，我和你很熟吗？我为什么要特地留给你吃？如果我没记错，我去食堂的时候，你已经打好饭菜，红烧肉就在你的饭盒中，你还特地绕远路找我搭话，我怎么让红烧肉给你？哦，冯教导员真有心机，还特地绕远路搭话，你怎么那么喜欢和我爱人搭话啊？莫不是有什么目的？他已婚，马上有娃，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我没道理不对我爱人好，而对你这种只见过一面女同志献殷勤，我人品没这么差，请不要抹黑我在爱人心中的形象，也不要纠缠一个已婚的男人，你这样是不道德的。冯教导员如此人品，怎么能做教书育人的事？我会和指导员提一句，你好自为之。云晶听着贺廷川硬气的一句一句对人的话，被硬控了3秒。说得好，果然我没看错你，能嫁给你是我的荣幸。贺团长，你是这个？贺廷川眸光一闪，看向说话的人，仿佛自己出现了幻觉。她竟然荣幸嫁给我，我没听错吧？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被红烧肉给腻到了？冯倩倩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刷好感失败不说，还惹得贺廷川不喜。怎么办？还没熬到云姬一尸两命，自己快断了以后嫁给贺廷川，成为首长夫人，报复贺子坚的后路。我很抱歉，我的举动让你们误会，我对贺团长绝没有别的心思，以后不会了。一次误会是无意，2次误会就是刻意，是刻意还是无意，只有冯教导员自己心里清楚，你说呢？冯倩倩离开时，脸色比吃了粑粑还难看。这个女人果然该死。冯倩倩一走，云晶板着脸警告贺廷川，以后离那个居心不良的女人远一点，你有媳妇还贴上来，一看就道德败坏，不是好东西。你要是敢婚内出轨，你的前途就毁了。你身为军人该知道，一个军人的形象多重要。贺廷川看着变了一个人似的云晶，挑了一下眉，冷眸锁定他。云晶，我们结婚那一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云晶皱眉，努力回想那一晚的事情。既然娶了你，你安心当我妻子，以后我的家就是你家，我会代替你哥好好照顾你，别怕我。话一出口，云晶自己都没想到，竟然记得这么清楚。是他，不是间谍，确实是我家媳妇没错。现在的他比起之前死气沉沉、行尸走肉的人要好多了。就算他凶巴巴的警告、威胁、敲打我，也是怕自己被别的女人带坏。他这是要和我好好过日子了。内心突然的狂喜让贺廷川差点没绷住，他轻咳一声，怕被看出来被人笑话，转移云晶的注意力。你还去买衣服吗？去，怎么不去？就要狠狠的花他的钱，我不花难道留着给冯倩倩花？冯倩倩长得丑，想得美。贺廷川瞥了他没吃完的红烧肉，还吃吗？气都气饱了，哪还有心情吃？不吃了，你收拾吧。关门锁门，他们一前一后的走出家属楼，在路上遇到不少人，两人走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亮眼，一个辣眼。云晶察觉大家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时候，带着嫌弃、搞笑、嘲讽的意思。云晶警告的眼神扫了他们一眼，魔法打败魔法，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不是吧？他那是什么眼神？贺团长一回来就有底气了，他以前可不这样，仗着有男人撑腰。那也得看贺团长愿不愿意给他撑腰。乔乔恨不得离开他8丈远的贺团长，人家肯定不乐意和他出门，肯定是他缠着贺团长。贺团长那么优秀的男人，竟然娶了这么个女人。就在他们背后蛐蛐云晶，心疼同情贺廷川被迫娶了一个这么上的台面，看云晶笑话的女人还没蛐蛐完，就看见贺廷川回头，看贺团长不高兴了，这个乡下来的要倒霉了。我敢打赌，贺团长肯定会凶他。有事回家说啊，别在外面让我没脸。只见贺廷川忽然蹲下身，别动，鞋带松了都不知道，要是摔了遭罪的是你。云晶压下内心那点错愕，余光看着不远处那些傻眼的妇女们，他们怕是心碎了一地吧。想到这，云晶炫耀又挑衅的朝那边吃瓜妇女们挥挥手，气死人不偿命，带着小人得志的语气。嫂子们吃了吗？嫂子们那吞了苍蝇一样的表情，值得云晶回味好久。到了商场，云晶指着店内挂着的那些蓝绿色女装，麻烦同志给我试一试。
售货员看了眼云晶身上的破烂补丁衣服，你兜里有布票吗？什么地方也敢来？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我们这的衣服你买得起吗？弄脏了我卖给谁？走走走，别碍着其他同志买衣服，我可没时间招待你这种乞丐婆子。被怠慢的云晶知道自己的穿着打扮让人误会她是穷酸买不起衣服的人，她被气笑了。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穿的破烂就不是人民了吗？居然看不起我这个穷苦老百姓，怎么的？你还高人一等呢？你怎么说话的？我说的是人话，你听不懂？这么大的商场怎么回事？安排一个狗眼看人低的来服务人民群众，你要是不行，我来。你滚！我的衣服不卖给你。售货员气急败坏，仗着云晶一个孕妇不是自己的对手，就要粗暴的推云晶，人还没碰到，就被一个冷硬的身影给挡了回去。你动我媳妇一下试一试。你来的正好，这个女的看不起人不说，还意图伤害我这个孕妇。是你先骂人的，没想到这个乞丐女人竟然有个这么出众的丈夫，简直天理不容，她配吗？我只知道你让我媳妇滚蛋，还声称不把衣服卖给我媳妇，并且意图推我怀孕的媳妇，有没有这种事？我这是被她气的，她竟然是你媳妇，你怎么娶了这样一位女同志？我媳妇好着呢，你承认就行，要不要去把你领导叫来，让他来评评理？我贺廷川的媳妇不能被人白白欺负了。没必要吧？贺廷川正眼都不给他一个，问身后一直看热闹的女人想是哪件？云晶指了指粉色那件。贺廷川仗着身高手长，手臂一抬，拿下来不说，还解开扣子，亲自帮忙给他套上，一套动作形如流水，把云晶都弄得一个措手不及。怎么了？我脸上有刺，扎你眼了？我看我自己男人不行吗？贺廷川看着他这傲娇的小表情，耳边是他占有欲超强的话，耳朵不受控制的发热。这件不错，留下，我还想试一试那件格子的。小了。还有大码的吗？被贺廷川对的售货员这会儿老实多了。就这一件，孕妇本来就不适合，你们要不看别的，反正我们商场没有，自己什么身材心里没数。云晶还未发话，贺廷川脸色不好看了，他对隔壁的售货员道：去告诉你们领导，就说姓贺的找他。你认识我们领导？不仅认识，还是一个战壕的人。贺同志，我道歉，我认错，都怪我这嘴不会说话，你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怎么看？我想见见他领导。行，去把柳三晨叫来。看同事走了，刻薄售货员慌了，知道拿主意的是云晶，立马讨好。嫂子喜欢这件衣服对不对？我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云晶没说话，看着他故意在柜台下面找了找，拿出早就藏好的衣服。嫂子试试，这件保证能穿上。不是说没货了？别人没有，若是嫂子喜欢，肯定有。嫂子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是我这人嘴笨，惹恼了嫂子。等会领导来，能不能？不能，我一个孕妇肚子大，心眼小，我对自己还是很有数的，你说对吧？而那个去找领导的售货员已经到了领导办公室。柳店长，有个姓何的军人同志想见你，让你去卖场看看。长什么样？硬朗严肃，看起来不好惹。赵同志好像说了什么惹得他不高兴，让店长去看看呢。售货员趁机把事情一说，柳三晨有种不好的预感。不会是贺廷川吧？那人怎么可能来这儿买衣服？还是买女人衣服？我川哥才没这个闲工夫，他一有时间就在训练场，不是练兵就是练自己，拼命川哥不是白叫的。是姓贺还是何？店长去看就知道了，反正瞧着不好惹的样子，人家虽然没穿军外套，瞧那气派，都不是普通的兵蛋子，那腰细腿长，那周身的气势，怎么也得是个军官吧。至于那个孕妇，也不怪赵婷婷，确实看着有点像乞丐，就没见过那个来买衣服的穿的那么寒酸的。要不是那个孕妇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就那一身穿衣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男人眼瞎呢。售货员狗眼看人低，云晶反手就是投诉，被处罚后还想栽赃陷害。柳三晨到了赵婷婷的档口，他好奇的打量一圈，确实没找到人，这才朝云晶走过去。这位嫂子怎么了？是我们商场的衣服不合身，还是我们的店员不敬业？这位同志态度不好。道歉了吗？道歉了，他不接受。看着不像是胡搅蛮缠的人，怎么还不接受道歉？嫂子为什么不接受？谁规定别人道歉就得接受？嫂子这是故意为难我们。我有吗？嫂子要怎么才接受道歉？我不接受不行。若是不想以后不能来买东西，嫂子最好适可而止。老公，他真的是你一个战壕的好兄弟吗？你莫不是认错人了？柳三晨，你小子可以啊，这么对你嫂子说话的。川哥怎么来了？我若是不来，我媳妇以后岂不是来买衣服的资格都没有？头皮一麻的柳三晨不敢置信，瞪大眼看向一身破烂补丁衣服的孕妇。川哥，你有孩子了？还有3个多月生。恭喜川哥，没想到这么快孩子都有了。有什么好恭喜的？我这个孩子买个衣服都要看别人脸色，可怜哦。嫂子见谅，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小弟这就给嫂子赔罪。嫂子今日看中的全都记在我身上。
云京是很乐意让柳三成大出血的，他看向贺廷川，毕竟是他兄弟。那就多谢了，这位同志怎么称呼？能不能请你帮忙？嫂子叫我袁京就行。嫂子喜欢这件对吧？这个布料不错，纯棉的，穿在身上舒服。那个布料也可以，以后生了孩子可以做尿布。云京给了袁清一个赞赏的眼神，让他量了5米的尿布。赵婷婷被排除在外，看着殷勤讨好的袁清，气得脸都绿了。川哥，嫂子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你好好和她解释一下，都是误会。要是知道她是嫂子，小弟绝不敢说一句重话。活该，平时你就是这么对来买衣服的人，你手下这些人都这样没礼貌，狗眼看人低，看穿衣打扮来评判人家。给我川哥道歉。同志，我错了，求你原谅这一次，我下次改。我媳妇接受你道歉了吗？扣除这个月工资，这个月的卫生都由你打扫。若是下个月态度还是没改变，以后不用卖衣服，你直接去打扫卫生就行。是店长，这次我一定悔改。赵婷婷可不愿意干打扫卫生的工作，太不体面。她卖衣服还能抠一点布料出来，好衣服还可以给人留着，还会有人愿意私下加点钱买。此时云京也看得差不多，嘴角含笑的走到贺廷川面前。我挑好了，你要不要买点什么？嫂子，我已经对赵婷婷同志做出惩罚，扣1个月工资，外加打扫卫生1个月。下个月若是表现不好，以后不用来台前卖衣服，你看如何？挺好，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该有服务的态度，而不是把国家的当自己的。真以为卖个衣服了不起，还看不起劳苦大众。嫂子说的是，我谨记教诲。我觉得袁清同志挺好，待人温和，服务态度好，有耐心，是个不错的同志。以后我来买衣服就找他，你可得好好培养人家，让他成为你们卖场最佳售货员。嫂子说的是，袁清同志确实优秀，如此优秀的同志怎么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员呢？他以后就是布料衣服这一块的组长。谢谢店长提拔，也谢谢嫂子，以后我会更尽心服务大众。要不是他，我也不会被扣工资，还眼睁睁的看着袁清升职加薪，好气呀！柳兄弟说话算话，今天我的消费全由你买单。还能骗嫂子，就当做是小弟给嫂子赔罪。这怎么好意思，今日怕是要让柳兄弟破费了。云京忙着让柳三成当冤大头，没留意冯倩倩也来逛商场了。各位女同志怎么哭了？是遇到什么事了吗？赵婷婷正委屈，对上冯倩倩鼓励的目光，不知为何全都是云京胡搅蛮缠，故意为男人的意思说了一遍。谁知道她是军官的媳妇，还认识我们店长，害得我无辜被罚，我怎么这么倒霉？你说他，我认识，我们一个大院的，乡下来的没什么见识，手脚还不干净，大家都不爱和他玩。你这手表不错，还是上海宝石花手表，我想买都买不着呢。赵婷婷被恭维几句，就着手表聊了一会儿。冯倩倩瞧着差不多便走了。赵婷婷目送冯倩倩离开后，看了眼腕上的手表，又看了一眼云京。嫂子还要不要看些别的？不了，今天够柳兄弟破费的，谢谢啦。客气啥，嫂子喜欢就好，下次有需要再来。好，下次换季了再来，我没什么冬衣，到时还要买冬衣呢。正说着，赵婷婷抱着一捆布过来。店长，我清空库存的时候，发现这些布料染色有问题，怕是不好卖。嫂子若是不嫌弃，这些处理的布料若是喜欢，可以带回去，给为出生的小侄儿做几身小衣服也是可以的。这怎么好意思？柳三成还没说话，赵婷婷已经热情的把布料和云京买的那些衣服放一起，在他们没留意时，把手表塞云京破衣服兜里。云京顾着和柳三成说话，没注意背对着他们的赵婷婷的小动作。赵婷婷做完这一切，紧张心虚的离开了。等等，同志还有什么事吗？贺廷川从他闪烁的眼神中察觉异样，贺廷川二话不说，朝他抱过来的布料走，当着云京他们的面检查布料中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物品。贺廷川不放过任何角落，在布料中寻找，一无所获后，视线落在云京换下来的破烂衣服，竟在里面拿出一块宝石花手表。这女人存心没事找事，竟然在我们团队火眼金睛的川哥面前搞小动作，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为了报复我，赵婷婷竟然用一块手表污蔑我，她是想来个贼喊抓贼，让自己丢人吧？这手表不错啊，怎么在我衣服里？赵同志不解释一下吗？赵婷婷，你最好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啊，肯定是放布料的时候不小心掉衣服上的。那可真是好巧，没掉别的衣服上，偏偏掉我的旧衣服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偷手表呢。你说是吧，赵同志？怎么可能？是我自己不小心手表掉了都不知道，多亏了这位军官同志发现，不然我爸妈知道我弄丢手表，还不知道怎么骂我呢。那可真的小心点，下次不要丢三落四，免得手表掉了都不知道。这次要不是我男人，你这手表怕是丢了都不知道。云京从贺廷川手里拿过手表，挺漂亮的，我正好缺一个手表，赵同志下次若是放我衣兜里，我可不还了。不要脸，别人的手表也想贪污，大意了，要是没被发现，这个无耻女人肯定会没收。你的手表？
云晶好心的把手表递过去，赵婷婷生怕云晶不要脸贪污她的手表，立马伸出手，手表被云晶抛了过去，打着她的手指，赵婷婷却没接住，摔在地上，咔嚓一声，玻璃裂了。我的手表，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手表被你摔坏了吧？明明是你摔的，你赔我手表。天地良心，我好心捡到你手表还给你，你自己没拿稳摔了，怎么能污蔑人呢？你是姓赖的吧？诬赖的赖。是你就是你，你摔了我手表，你可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工业票多难得，现在摔成这样，你别想抵赖。好说歹说，你是说不听是吧？你说是我摔的，你有证据吗？我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自己没拿稳，是不是我递给你的？对，我没拿住你就松手了。哦，你没拿住怪我了。你看看赖同志是怎么污蔑人的，自己承认了还要我赔偿，他这样做对吗？赵婷婷，手表摔了怪你自己，别胡说八道污蔑人，这事和我嫂子无关。主任，你们……赵婷婷气哭了，看着不护着她的柳三成，委屈的瞪了云晶一眼，含泪哭着跑了。这人品真不行，小心思太多了，有兄弟可得防着点。这才转业几日，你倒是把我们猎狼团的血性给忘光了，以后别说是猎狼团的人。川哥别这样，我等会就去批评他，让川哥见笑了。贺廷川面无表情，并不买账。我柳三成生是猎狼团的人，死是猎狼团的鬼。贺廷川依然面若寒冰，眼神毫无波动。我知道，川哥是觉得我是一个残废，不配成为猎狼团的人，我都知道，我懂。贺廷川瞥了眼空荡的左袖子，若不是受伤，柳三成不会转业。他离开时，一个大男人哭得眼泪鼻涕，糊的那身军装没法看。没嫌弃你，行了，下次有时间再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上点线，下次我不希望看见我媳妇被人算计。是，保证完成任务。贺廷川扬了扬眉毛，算是满意。云晶算是看出来了，贺廷川这人冷归冷，竟然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看样子想拿捏他，只能软着来。东西到了和我说一声。川哥放心，别的帮不上忙，这点小事肯定妥妥的。柳三成自信拍胸脯，拍着拍着低头看了眼胸前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卷钞票和布票。川哥，你怎么把钱塞给我？贺廷川一个眼神，柳三成识趣的闭了嘴。下次我去找哥喝茶。贺廷川满意的点点头，他媳妇买衣服还能让兄弟掏钱，至于柳三成，他不是小气的人，若不是家里有个卧床的老母，还有3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要养，1个月工资也不是花不起。知道柳三成的情况，贺廷川怎么可能让他花钱？云晶察觉有人用敌意的目光盯着自己，他回头看过去，把来不及躲起来的冯倩倩给看个正着。云晶和冯倩倩四目相对，犀利的目光看着冯倩倩，狼狈的别开脸，一副不敢和他对视的样子。他心虚什么？女子穿越成年代人中的大肚子孕妇，还是出场即死的炮灰女配，原主婚后被人算计，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反抗，为了那些流言蜚语想不开，投湖一尸2命。穿越而来的云晶又碰到这些老嫂子们。嫂子们这么早出来溜达？贺团长这是去哪了？哟，这是买了不少衣服啊。瞧，这都是女士的，是给你媳妇买的。不是嫂子说你媳妇确实该买一件衣服，你每个月不少工资，该花就得花。就算媳妇不是你愿意娶的，你娶了人家就该好好对她。说着瞥了眼云晶身上的衣服裤子，差点没认出来。哎呦，不得了啊，贺团长的媳妇这是转性了，以前那个叫花子风格怎么变成了比我们还体面的打扮？嫂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什么不愿意娶？现在可是新社会，不忙婚雅嫁，我是乐意嫁的。我男人要是不愿意娶，谁还能勉强？孩儿他爸，你当初不愿意娶我吗？说这话时，云晶慢条斯理的抚摸隆起的肚子，眼神那叫一个温柔。好好的，为什么叫孩儿他爸？这是不是在提醒我，孩子在他手上，说话悠着点。孩子他爸，你说话啊。哎呦，云晶妹子你别说了，人家贺团长从不撒谎，我们都清楚他为人，你不用解释。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院的，谁还不知道谁呀？你呀，能嫁给贺团长就偷着乐吧。可不，你知道多少人想嫁给贺团长，谁让他们没有一个好哥哥呢？云立业以死相逼，让贺廷川娶他妹妹这事，在贺廷川把人带回来时，多少人心碎，恨不得唾云晶一脸。太不要脸了，别人是挟恩所报，他不一样，是挟恩逼嫁。大院的人都看不起云晶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他们其实是嫉妒，毕竟那么优秀的贺团长竟然娶的不是他们的女儿、侄女以及各种有关系的适龄女同志。难怪原主会被这群极度发狂的女人群攻击的逼得跳湖，要没有我这么强大的心理，想不开也是正常的。云晶眸光一冷，就要开口大骂四方。嫂子们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媳妇的吗？咦，贺团长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有种兴师问罪的感觉？肯定是我们感觉出了问题。以前我在军中训练，不怎么留在大业，想着大家都是军属，肯定互帮互助，便把媳妇放心的留在大业。谁知道嫂子们竟然背着我欺负我媳妇！你们欺负我媳妇就是欺负我，嫂子们是觉得我贺廷川好欺负吗？
贺团长说笑了，我们怎么会欺负你？我们也没欺负你媳妇啊，不信你问你媳妇。在老嫂子们若有似无的警告威胁下，云晶茶里茶气的开口。嫂子们对我挺好的，平时也很照顾我。老嫂子们闻言，脸上乐开了花。贺团长，你看，你媳妇自己说的，我们对她挺好，平时对她很照顾的，哪来的欺负一说？你可别被人骗了。也就是说，我乡下来的配不上你，说我哥哥死的值得，用命给我换了一个好男人，我不该嫁给你。这话一出口，老嫂子们笑不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小蹄子竟然全都当着贺团长的面抖出来。他们顾不得邓云晶，下意识看向贺廷川，就见他拳头捏得咔嚓咔嚓响。贺团长，你可不能打女人。你们就是这样当军人家属的？你们竟然如此污蔑抹黑烈士！你们可知道云立业立了多大的功？你们现在有安稳太平的日子，少不了他一份功劳。现在他牺牲了，你们不敬重就算了，还抹黑他，你们太让我们这些出生入死、上阵杀敌的军人失望了。你们丈夫牺牲那么多，付出那么多的，你们不心疼就算了，竟然如此抹黑军人，污蔑烈士家属，你们的心还是红的吗？贺廷川怒不可遏，他没想到云立业会被人背后如此诋毁抹黑。我会把你们对我媳妇说的话告诉你们的男人，他们若是自己的媳妇都教导不好，也不用留在军中，也不配成为保家卫国的军人。贺团长，我们知道错了，我们是鬼迷心窍，胡说八道的，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对你媳妇道歉，对云立业烈士道歉。错了就错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今日你们可以羞辱污蔑云立业烈士以及他的亲属，明日你们就能污蔑其他烈士家属，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污蔑我的兵。老嫂子们一副天塌了的感觉，瞧着劝不住，只能求助的看向云晶。你快帮忙劝劝贺团长，嫂子求你了。我这个被逼娶的媳妇没那么大的面子，别找我。现在这么牙尖嘴利，以前怎么就被欺负屁都不放一个？你们说我是被逼迫娶云晶为妻的，这话是谁说的？为何我这个当事人不知道是被逼娶妻？我自己的婚姻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云晶瞧着给自己撑场子的贺廷川，眼泪立马冒出来，演技飙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大的恶意，明明我哥是烈士，还要被人诋毁，而我能嫁给孩儿他爸，肯定是他喜欢我，若是不喜欢，他怎么可能娶我？你说对吧，孩儿他爸？不要脸，喜欢个屁！人家要是喜欢，就不会任由穿着破烂，结婚后都不怎么回大院，当我们眼瞎啊？对，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希望你们不要擅自揣度，破坏我们夫妻感情。对，我们好着呢。云晶抹泪抱着贺廷川的一只手臂，故意把小脑袋靠过去。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编排我媳妇，虽然我不打女人，我不介意把你们男人打一顿，谁的男人谁心疼。夫妻一前一后的离开，云晶走在前面，贺廷川不急不慢的跟在后面。背对了没脸的老嫂子们傻眼了。贺团长瞧着不像是被迫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多嘴，我们能被贺团长教训。我可没抹黑烈士亲属，我和云晶总共也没说几句话，别赖我。背后蛐蛐云晶的这群老嫂子们，这一刻生动的表演了一场大难来临各自飞，有意的小船直接翻了。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搂胳膊靠肩膀。为什么？你不喜欢？影响不好。我们是夫妻。这是军属大宴，我是军人，要注意形象。是不是在家里就可以抱胳膊靠肩膀？贺廷川耳朵快滴血了，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的看着云晶。我问你，你哥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这人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云晶知道自己又一不小心暴露本性了，主要是原主那个受气包，阴暗抑郁、沉闷寡言的性格是他装不出来的。我哥屁股上有胎记吗？我怎么不知道？贺廷川一颗扑通的心落下。没问题，他不是间谍。你哥屁股上没胎记，是我记错了。我就说嘛，我哥屁股上怎么可能有胎记？又不是你屁股上那颗痣，我可没告诉任何人。贺廷川脸唰的一下爆红，冷酷无情的男人，这一刻破防了。你别乱说。我不说，你屁股上才没有一颗小痣呢。贺廷川总算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贺廷川不敢面对云晶，找了一个借口出门。你去哪呀？你走了谁给我洗衣服啊？才买的内衣内裤要洗洗才能穿。贺廷川被内衣内裤4个字暴击。你让我洗？我是孕妇耶，不能干重活，你不给我洗，谁给我洗啊？你不是我男人吗？给自家媳妇洗衣服不是天经地义。再说了，你都娶我了，洗点衣服怎么了？孩儿他爸辛苦了，等我生了以后，我也给你洗衣服啊。贺廷川看看他的大肚子，再看看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冲着你甜甜一笑，他竟然不知道如何拒绝。以后不许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好，只要你洗衣服，啥都好说。贺廷川把拎回来的衣服、裤子、袜子，还有那一包内衣内裤看一眼，仿佛被烫了一样，耳朵又热了。他暗暗吸了口气，
一股脑塞盆里，拿了肥皂面无表情的出门。贺庭川确实吃软不吃硬，崽啊，你放心，有我在，肯定让你平安出生。贺庭川还是第一次给女人洗贴身的衣服，胡乱搓洗几下，耳朵红红的，还不忘看看洗衣池这边有没有其他人。正想着，听见有人说话声，手脚麻利的把贴身衣裤塞洗衣盆最下面。饶是如此，还是被眼尖的一位嫂子看见了。我一定是没午睡好，才会产生幻觉。如此冷硬的贺团长，怎么可能屈尊降贵干这种给女人洗脏小裤裤的男人？贺团长来洗衣服啊，你媳妇呢？她在午睡，她怀孕了，身子笨重，多休息对身体好。我心疼她，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嫂子们觉得我做的对吗？贺团长真是心疼媳妇，怀个孕而已，我怀孕的时候还下地干活呢。贺团长媳妇真是有福气，我怀孕的时候每天都要洗全家7、8口人衣服，也不觉得累。可不，我怀孕的时候还下地挣工分呢。都是乡下来的，贺团长的媳妇就是会来事。她真是走了狗屎运，才嫁给会心疼人的贺团长。贺庭川听出他们话里话外嫌弃鄙夷的意思，脸立即黑了。那是你们男人没本事，自己媳妇怀孕那么受累也不心疼，你们是人又不是老黄牛。老黄牛老嫂子们扎心了，他们平时和自家男人吵嘴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自己的。我自己的媳妇我自己疼，不劳嫂子们费心。说罢，抱着洗衣盆，仿佛抱着勋功章似的，步履沉稳，背脊挺直，四平八稳，那叫一个自豪。不是吧，他贺庭川抱着洗衣盆招摇过市，和恰好从商场回来的冯倩倩打了一个照面。冯倩倩立马理了理乱了的头发，抿了抿唇。贺团长洗衣服啊。贺庭川脚步不停，仿佛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步子迈得更大。这位女同志不检点，自家媳妇说的没错，她人品有问题。贺团长长腿一迈，几步拉开距离，头也不回的朝他自己家走去。行，你现在对我爱答不理，以后让你求着我疼你。这天，从未排班休息的几个团长、营长们结伴同行，从训练场回来，就看见面无表情、一身挺拔的贺庭川站在树下。10分钟后，他们脸上那点好奇一扫而光，面上阴沉，眼神含着浓浓的怒气，一个个咬牙切齿，捏着拳头各回家。当家的回来了，饭菜都做好了。抬头一看，男人脸上阴沉的神色，女人也是心里一个咯噔。莫不是那个贺团长真的告状了？不是吧，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嘴碎呢？亏得我们认错说好话，他竟然还是不放过我们，就说说而已，又没有恶意。此时的他们依然没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多严重。男人们看着心虚讨好的女人，想到贺庭川说的侮辱烈士，羞辱烈士亲属，嫂子们可真是好样的。若是我一封信写上去，你们说上面会如何惩罚？真是麻雀斗公鸡，自不量力啊！老嫂子们长期欺负软包子云晶，此时齐刷刷上门道歉。你是好日子过多了，脑子被门夹了，是觉得你男人过得太好了。你若是不想过，可以离婚，只求你别害人。谁给你们胆子侮辱烈士，羞辱烈士亲属？你可知道犯了多大的错误？眼看着就要评级了，你竟然搞这出！这个家有你，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子怎么那么倒霉，娶了你这个搅家精？收拾东西滚回老家去，别给老子敬天事！你就是想毁了老子。此时云晶还不知道大院其他家属吃瓜吃到饱。你儿子饿了。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若是女儿呢？怎么是女儿你就打算不要啊？我可没说是你一口一个儿子，若是怀的是女儿，你就不怕他听见了会不高兴？我这不是为了迷惑你，我才不重男轻女呢。云金，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你最好也不要学那些迂腐的思想。是儿是女都是我贺庭川的种，你得一视同仁。我才不会重男轻女，我们宝宝才不会生气呢，对吧好宝宝？不管你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妈妈都爱你。贺庭川不和他一般见识，打开还热乎的饭盒。哇，今晚吃红烧排骨啊？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吗？贺团长也太贴心了吧。拿着筷子快准狠地夹了一块红烧排骨，还没吃到嘴里，却被晦气的哭声打断。老嫂子这是？云晶水灵灵的大眼兴奋的八卦光芒。天呐，嫂子被家暴了。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有什么好值得拿出来说的？要不是你，我也不会挨打，搅屎棍，祸害。这是你自找的，欺负别人的时候可没什么好脸，恶毒的很。要不是我传书，现在原主已经一尸两命，被这些人霸凌的成了冤魂。嫂子别怕，咱们作为女人，不能被打了不吭声。你快说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能打你呢？打人也不能打脸啊，大哥，这也太不讲究了吧。说来让你们看笑话，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不是家暴，我这人从不动手。这摔的位置够刁钻的。打女人不行，打媳妇更不行。王营长回去好好反省，你的拳头应该挥向敌人，而不是老弱妇女。自家媳妇。贺团长说的是，以后一定改。今日带他来，是给团长媳妇道歉的。
还愣着做什么？道歉啊！被吼了一句的王嫂子瑟了缩一下，讨好陪笑的对云晶露出忏悔的表情。原谅嫂子这一次，都怪嫂子多嘴多舌，不该说那些话，以后再也不多嘴。王嫂子倒是下得了手，啪啪打嘴，很快嘴巴被打红了。行了，这事就这么算了。若是以后再听见侮辱我大哥的话，还有说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区我就不是打几下嘴巴这么简单。我云晶不是软柿子，谁都能捏。若是惹了我，大不了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云晶说这话时，眼中的狠意把王嫂子吓一跳。以前怎么没看出来这个屁都不会放一个，看着好欺负的乡下女人，竟然如此不好惹，看走眼了，不叫的狗才咬人。我贺庭川的媳妇就该如此敢怒敢言。云晶第二块排骨刚塞嘴里，看着拎着麦乳进来的两口子，老嫂子眼睛红红的，和王嫂子一样，道歉认错，好话一箩筐。嫂子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以后有什么用得上的直接开口，嫂子绝无怨言，只求你们息怒，不要把这事闹大。你是孕妇，要补一补，每天喝一杯，生个大胖小子。这可是嫂子说的，到时候生了孩子，麻烦嫂子帮忙伺候一下月子。我只是客气客气，你怎么还当真？送上门的牛马不用白不用，我没娘家妈，贺庭川那个挑剔的妈也不可能千里迢迢来伺候月子，到时候孩子生了不可能靠我自己吧。瞧着贺庭川也不是会伺候月子的人。看出他的不乐意，云晶故意道：嫂子的诚意只有这么一点吗？李嫂子骑虎难下，还未开口答应，她男人大气道：你嫂子有经验，生了好几个孩子，肯定能伺候来，弟妹就放心吧。有李大哥这句话，我和男人就放心了，正愁找不到帮忙照顾月子的呢。云晶一口一个李大哥，把李团长叫的那叫一个受用。贺庭川都没叫过我一声哥，他媳妇却叫上了，别说伺候月子，就是照顾孩子，我媳妇也是一把好手。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哥？突然多了一个祖宗。愉快的敲定照顾月子的人，云晶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李团长他们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吃饭，寒暄几句就回家了。解决了大麻烦的李团长心情大好，对于自家媳妇不乐意侍候月子的心情，他只来了一句：不想侍候你回老家去，以后不要来大院，我丢不起这个人。李嫂子差点气哭，我肯定把人伺候好，老天奶没天理，我月子都是自己做的，谁伺候了，现在要去侍候别人，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为总算可以安心吃排骨的云晶，吃第4块排骨的时候，有人盯上了他的排骨。哎呀，这真是来的不巧了，打扰你们吃晚饭了。说话的是田嫂子，酷爱占便宜，还好吃懒做，瞧着饭盒的红烧排骨，眼睛立马亮了。这伙食可以啊，谁说我们贺团长不心疼媳妇？我第一个不依。原来田嫂子知道啊，我怎么听见你和别人背后蛐我，说我男人压根不愿意娶我，都是被逼的。啊，这我没说呀，要不让李嫂子和王嫂子他们过来对质。嫂子这不也是听别人说的，都怪别人乱说，误导了我。谁说的？嫂子告诉我，放心，我不会说是你说的。见他较真，田嫂子不敢找背黑锅的，态度立马变了。都是嫂子口无遮拦，以后嫂子好好的管住这张嘴，再不胡说八道，不敢背后蛐人。我倒是可以原谅嫂子，我哥那边怕是不答应。这个田嫂子一看就不老实，道歉就道歉，还甩锅，哼！田嫂子的男人轻咳一声，他现在到了关键时候，若是被他连累，不能平级，还不知道如何收场。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求你大哥原谅，绿叶烈士啊，原谅大嫂这次吧，嫂子知道错了，你放心，嫂子以后多照顾你妹妹，算是赎罪，你看可好？说这话时，田嫂子余光瞄着云晶，见她面无表情，心下一沉，这个死丫头也太难哄了吧。听说田嫂子缝纫技术好，我这不是要生了，买了些布料给孩子做衣服，你要代替我哥照顾我，那就从帮我孩子做小衣服开始吧。啊？不愿意啊？不就是孩子的衣服，嫂子会做，还可以趁机私吞一点布料。布料都算好了，能做多少衣服，尿布都是有数的，嫂子可得注意点，若是做坏了要赔的，别想贪污我的布料，我不傻。算计失败的田嫂子脸上那叫一个尴尬。放心，嫂子会注意。不能在布料上占便宜的田嫂子把目光放在红烧排骨上。这红烧排骨瞧着就好吃，家里2个孩子一直哭闹着要吃红烧排骨，我每次去食堂都没能赶上，可把孩子馋哭了。云晶还能不明白田嫂子的心思，这是想吃她的排骨了。贺庭川也听出来了，虽然面上没表露，心里已经不高兴。孩子想吃，怎么能委屈了他们？云晶还未说完，就看见田嫂子已经上手了。还是弟妹大气，我代替2个馋嘴孩子谢谢您呢。谢我做什么？你孩子嘴馋关我什么事？我孩子还没吃饱呢，想吃自己买。我还以为你这是让我带回去给孩子吃呢。他们又不是我生的，我凭什么给？我的孩子在这儿呢，要不田嫂子下次给我孩子也买2根排骨解解馋。已经答应免费做衣服的田嫂子溜了溜了。
还以为我是最会占便宜的，现在看来和云金这个乡下来的不要脸的女人一比，我还略输一等。再不跑，他要是继续拿侮辱他哥哥的事情说事，2根排骨没跑了。第二日一早，贺廷川知道昨晚没吃饱的云金饿得快，早早的去食堂打早餐。回来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朝着人工湖那边走去，眼看着他站在人工湖边单薄瘦弱的身影似乎要跳下去时，贺廷川脸色一变，大步朝他飞奔过去，抓着瘦弱的肩膀把人拉了回去。云金，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女人穿成炮灰女配，一觉醒来湖边被自家男人救，书中女主到处区云金一尸两命。云金，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被拉回去的云金眼神毫无焦距，面容呆滞，随着他的怒吼身体一软，贺廷川直接摔了饭盒，抱着昏死过去的云金立马往卫生院跑去。冯倩倩恰好瞧着贺廷川抱着人从人工湖那边过来，差点兴奋的跳起来。来了来了，难道昨天还不是云金的死期？今天才是，太好了，就说嘛，老天爷都让我重生了，怎么可能影响云金那个贱女人的命运？她果然该死。快给他看看。贺廷川眼神示意，第一次看见他露出这种惶恐害怕神色的院长稀奇的挑了一下眉，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最后在贺廷川警告的眼神下，麻溜的给云金望闻问切后，摘了听筒，扶了扶眼镜。一大早的不好好训练，跑来医院消遣我们，是觉得我们太闲了吗？让您看他的病，您说这些做什么？你媳妇好着呢，除了营养不良、羊水有点不足之外，其他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给她补一补。他都昏了，你没看见？你媳妇瞌睡大，只是睡着了。贺廷川拧眉，怀疑自己听错了。老院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医，推了推睡着的云金。醒醒，快醒醒，起来吃红烧肉了。原本睡得香香的云金，听说吃红烧肉，立马睁大眼，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叫一个光芒四射。吃什么都不知道的云金，看着陌生又熟悉的医院装修风格，好奇的问黑脸男人：我怎么在医院？贺廷川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示意老院长一边说话，把云金奇怪的举动一说。你媳妇这怕是有点梦游症状，现在怀孕也没法治疗，你平时多留意一点，她梦游自己是不知道的。贺廷川暗暗松了口气，原来是梦游，还以为他又想不开。瞧着你也不是不在乎你媳妇，她现在是孕妇，身体太弱了，得好好补一补，不只是她，肚子里那个也是。被丢下的云金打量了一眼这个卫生院，我怎么给睡卫生院来了？不等他问贺廷川怎么回事，就听见外面不少人说话，他好奇的凑过去一听，人还活着吗？听说是跳湖的，一尸两命，他这样，以后我们怎么敢去湖边玩啊？这是有多想不开啊，竟然去跳湖。啧，听说怪年轻的，还是团长媳妇，大好前程，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不是吧，莫不是我逃过一劫，有其他人倒霉，被迫走剧情？云金正心虚内疚，以为自己害了别人，就听见他们隐晦的蛐。听说好像是贺团长的媳妇，我老家有个妹妹，今年18，不介意嫁二婚，可以介绍给贺团长。我侄女也没结婚，配合团长刚好。我也不介意二婚，我觉得贺团长挺好的。你们口中那个贺团长，不会是炮兵一团最年轻团长贺廷川贺团长吧？几个人连连点头，看向挺着大肚子的云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漂亮极了。不巧，你们说的那个贺团长就是我丈夫。你们方才说的话能不能再说一遍？我好像听见什么一尸两命，不嫌弃二婚，我怎么不知道我没了？你是贺团长媳妇，你没意识到什么？老嫂子识趣的闭了嘴。你们从哪听来的消息说我死了，一尸两命？要是不说清楚，我会让你们知道得罪贺团长媳妇的下场。王嫂子、李嫂子、田嫂子他们的事情都听说了吧？我们都是听别人说的。对，说是你被贺团长抱来卫生院，说你跳人工湖。放屁，我只是起太早晕了，多休息休息就没事，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生儿子没屁眼的造谣我，是你们对吧？是那个冯教导员，是他说的，就知道和他脱不了干系，除了他巴不得我走剧情，一尸两命，怕是别人也不知道这个剧情设定吧？这会儿怕是冯倩倩正小人得志吧？走吧，回家。我怎么会在医院啊？听说冯倩倩在谣传我跳人工湖，一尸两命，可把我吓坏了，我明明睡着了呀。他这么说你的？我明明好好的，他怎么能造谣我遇害呢？云金故意抚了抚大肚子，吓死宝宝了。贺廷川拳头被捏得咔嚓咔嚓响，下巴紧绷。走，我们去找他。好啊。云金屁颠屁颠的跟着贺廷川，发现他走太快。贺廷川，你慢一点。贺廷川脚步一顿，回头看着小跑跟上自己的短腿女人。等云金跟上来，贺廷川压着步伐牵就他的小短腿。贺团长媳妇怎么那么想不开啊？可惜了。不过贺团长还年轻，以后可以再娶。就是肚子里那个孩子可怜，有6个月了吧，都成型了。我谢谢你们如此同情可怜我。等贺团长缓过来，
我把娘家小姨子介绍给贺团长，我家小姨子长得还行，人也勤快。话还没说完，肩膀被人按着，他回头一看，对上贺廷川恐怖阴沉的脸。孙营长好像很关心我的婚姻大事。贺团长，还有我呢，你要把小姨子介绍给我男人，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孙营长看着云晶的脸，脸色大变，吓得后退，指着云晶，你不是已经什么？贺廷川一拳揍过去，杀鸡儆猴。我媳妇活得好好的，竟然被你们说成一尸两命，你们存着什么心思？老子告诉你们，就算全世界的女同志都结婚了，我也不会娶你小姨子。你那么喜欢，你怎么不娶了啊？孙营长被打得鼻青脸肿，毫无还手的能力。那是小姨子，我怎么能娶？和你老婆离婚不就行了？反正你喜欢和别人做媒，怎么能委屈自己？在场人差点笑出声。孙营长的媳妇脸色不好看了。他敢？孙营长被摁着头，看着动怒的媳妇。倒霉玩意儿，你添什么乱啊？其他人一边看贺廷川揍人，一边盯着云晶，确定他还活着，一个个脑子都不够用了。胡说八道的冯倩倩看着活生生的云晶，以及为他出头的贺廷川，不敢置信。他为什么还没死？空欢喜一场的冯倩倩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都气红了。就在这时，云晶突然看过来，一双水灵灵大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光芒，让冯倩倩脚底生寒，下意识就要逃走。才走了没两步，看着围攻她的老嫂子和来者不善的云晶，老嫂子们可不是吃素的，三个人一出手，冯倩倩是插翅难逃。眼睛，你要做什么？做了你。冯倩倩瞳孔微缩，看向贺廷川那边。救命了，杀人了！贺团长的媳妇欺负弱小了。叫啊，继续叫啊！我就算杀了你，也是你自找的。我和孩子得罪你了吗？这么恶毒的诅咒我们，我跳人工湖对吧？救命！我一尸两命。云晶一拳头狠狠地揍冯倩倩小腹上，疼得她花容失色，露出痛苦面具。冯倩倩疼得死去活来，看着打算打死自己的云晶，眼神怨毒地盯着云晶的大肚子。冯倩倩突然跳起来，朝大肚子蹬了过去。在场的人看着冯倩倩的举动，吓得差点忘记呼吸。贺廷川瞳孔微缩，想救人已经来不及。闪开！云晶早就防备着冯倩倩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在她踢过来的时候，云晶灵活地避开，得意挑衅一笑。哟，蹬空了，略耶！下一刻，冯倩倩吃痛，一双腿被人生生的踢断了，她痛苦惨叫，看着冻脚的贺廷川，对上他阴狠暴力的眼神。贺团长，我的腿！贺廷川脖颈青筋突起，怒目圆瞪，大力掐着冯倩倩的脖子把人提起来。重生女企图谋害怀孕的云晶，被其爱人反击制服。冯倩倩，你有什么尽管冲着我来，若是再让我看见你对我媳妇出手，老子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伤害他们。我做错了什么？上辈子云晶那个贱人不就是一尸两命？我不过是顺应云晶的命运，怎么就成了该死的罪人？眼看着冯倩倩被掐脖子翻白眼，一张脸涨得通红，才意识到要出事。贺团长松手！贺团长别冲动啊！贺团长想想你的前途，你媳妇。贺廷川他抱着掐死冯倩倩的心思，只要一想到冯倩倩蹬云晶的肚子，便情绪失控。云晶凑上去抓着贺廷川的手臂，你会掐死他的。贺廷川快松手，我和孩子都没事，我们好好的，你别做傻事。见他情绪失控，云晶慌了。贺廷川，叫破喉咙都没用，让云晶心下慌乱，只能病急乱投医。孩子他爸，你不要我和孩子了吗？话音刚落，失控的情绪被重新压制，贺廷川恢复理智，松了手。冯倩倩仿佛在岸上暴晒3天3夜的清道夫鱼，丢入水中，拼命的呼吸，拼命的活着。要不是她是书中女主不能死，我才不会阻止贺廷川呢，就该让冯倩倩尝尝被最想嫁的人掐死的滋味。算了，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赔上你的前途不值得。我们走，以后离她远远的，只要我活着，她龌龊的心思绝不会如愿。第一次见到上赶着想要嫁给我男人的女人，冯倩倩你要不要脸？冯倩倩不想死，以后别出现到我面前。冯倩倩无力反击，她知道今天输得彻底。贺廷川厌恶的恨不得杀了我，他还怎么可能会娶我？且不说云晶那个贱人还没死，就算那个贱人和上辈子一样一尸两命，这辈子我怕是也难以走入贺廷川的内心。为什么好不容易重生，想要重新开始就那么难？冯倩倩目光幽怨不甘的看了云晶一眼，愤怒交加之下，冯倩倩身子一歪，昏死过去。云晶踢了踢昏死的冯倩倩，确定人还活着，还愣着做什么？送卫生院去呀，总不能让人死在家属院吧？被提醒的吃瓜群众这才七手八脚的背着人去卫生院。贺廷川瞪了云晶一眼，大步流星的回家。回到家，看着黑脸的贺廷川，云晶识趣的不打扰他生闷气，自食其力的翻箱倒柜的找东西。你能不能安静点？你女儿饿了。很好，之前一口一个儿子，现在是一个口一个女儿，他是会拿捏人心的。一想到香软的女儿，贺廷川长腿一迈，老子去给女儿弄点吃的，你在家好好反省，你今日做错了什么？我有吗？贺廷川回头瞪他，眼神又冷又狠。云晶秒怂，我反省，必须深刻反省。贺廷川冷哼一声，
大步离开。他把饭盒扔了，这会儿还要去找饭盒。一大早的，这都是什么事啊？贺廷川找到饭盒的时候，一堆小蚂蚁正在饭盒里聚餐，贺廷川只能再去食堂打一份。打好饭快步回家，在楼下遇到一脸阴沉的政委，眼神不悦的盯着他。贺廷川到。贺廷川想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女人，提出要求。政委，能不能让我回去一趟？我媳妇还没吃早饭。只有你有媳妇，别人就没有，是不是？给你3分钟，若是超时，多写10份检讨。贺廷川一阵龙卷风似的跑了。贺廷川回到家，没看见云晶，皱眉，隐约听见云晶的笑声。贺廷川好奇的找过去，嫂子的酸菜饺子味道绝子，太开胃了，我这种没胃口的都能一口气吃一大碗。嫂子手艺是这个。下次若是饿了，若是我们家饭好了，你直接来就行。你就是我亲嫂子，以后我肯定来。一向小气的高嫂子想着3个饺子肯定吃不饱，咬咬牙就打算把留着中午吃的酸菜饺子再给云晶2个。就看见神色微妙站在门口的贺廷川。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又要亏2个饺子。贺团长回来了，你媳妇在我家吃饺子呢。给嫂子添麻烦了，这女人都不知道如何吐槽自己娶的媳妇，就算她这么嘴馋也得认了。包子买的有点多，嫂子不介意尝尝我买的包子味道如何？高嫂子小气归小气，却不是占便宜的。几个饺子而已，包子就不用了，你们留着自己吃。贺廷川肯定不要，高嫂子又不好意思。就在2人推来推去时，喝完最后一口饺子汤的云晶拿着透油大包子。你们要是不吃，下次我要是饿了都不好意思来吃你家的饭。被塞了透油大包子的高嫂子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下，云晶则跟着贺廷川道谢后挥挥手朝家走。你先吃着，我出去一趟。怎么了？贺廷川脚步一顿，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那叫一个复杂，却什么都没告诉他。没什么。云晶不信，看着急色匆匆离开的贺廷川，他追了出去。贺廷川，有什么事吃饱再说，别饿着自己。他冷淡的点点头，灵活大手剥去蛋壳，一个茶叶蛋被他2口吃完，帅气转身3步并作2步下楼。瞧着超时3秒的贺廷川，写3000字检讨，1字都不能少。不就是3000字检讨？云晶站在走廊上，看着和政委一前一后离去的身影，大概猜到为了什么。知道叫你来为了什么事？若是冯教导员的事，属下没错。你还说没错？你是军人，不是刽子烧，你的狠劲应该用在战场上，而不是我们的同志还是女同志身上。他自找的。贺廷川，你可知冯倩倩骨裂不说，脖子遭受重创，气管受损，若是伤了声带，你赔得起吗？贺廷川是抱着杀意下手的，自然不会手下留情，若不是云晶阻止，他已经是一具尸体。贺廷川，这次的事情，上级领导都对你表示失望，从今天开始关禁闭10日，上次任务奖励取消，1年内不得升级。服从上级惩罚，若有下次。话还没说完，政委一个搪瓷杯盖子砸过去，不想听他插肺管子的话。原本有机会今年往上提一提，现在好了，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政委被气得不轻，看着他就来气，滚滚滚，别来碍眼。贺廷川关禁闭的消息是李爱国告诉云晶的，他受了贺廷川叮嘱，给他送粮票和钱过来。上面的领导很生气，川哥又不服软，所以惩罚有点严重。不过嫂子别慌，会有人送吃的喝的，就是不能离开而已。云晶没想到揍了一下冯倩倩，后果这么严重，想到他关禁闭无聊，云晶拜托李爱国带了一个千纸鹤的纸条，屁颠屁颠去传话，自家男人被关禁闭，老嫂子们又开始了一场区区争夺战。云晶直接自带碗筷去老嫂子们家蹭饭。川哥我来了，嫂子一听你关禁闭，急得不行，生怕你在这儿受委屈，差点挺着大肚子来看望，听闻家属不能来，一脸失望呢。要是云晶在这儿，都要怀疑他说的是不是别人。他就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脑补有点多。签合票给他了吗？给了，嫂子说让你不用担心他，他会照顾好自己。团里的事情你看着点，若是我出去后你退步了，等着吧，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铁血狼兵。李爱国头皮一麻，差点溜了，想到了什么，立马从口袋掏出一个千纸鹤，给，拿走。是嫂子给的。话音未落，手里的千纸鹤早就到了贺廷川手里，他视若珍宝的看了看，嘴里嫌弃，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个做什么？这可不是普通的千纸鹤，是嫂子对川哥一片牵肠挂呢。贺廷川鸡皮疙瘩差点掉了一地，一个冷眼让李爱国多远滚多远。等他离开，这才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的拆开千纸鹤，似乎怕拆坏了。拆开后，纸条上潦草的写了5个字：冲动是魔鬼。这女人可真行，也不想想我为了谁被罚。贺廷川关禁闭的时候也没闲着，每天都要体能锻炼，还会学习写检讨。每次李爱国来给他送饭，都要带来云晶的消息。嫂子在大院人缘超好，老嫂子们都对她照顾有加，有什么好吃便叫她过去吃饭，偶尔也会去食堂吃。瞧着是会照顾自己的。他不是说那些老嫂子欺负人吗？会给他做好吃的。
贺廷川不知道的是，云晶秉持着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原则。谁家饭菜香香，他拿着米面、蔬菜什么的，偶尔也会带上2两肉上门。原本云晶是不想去蹭饭的，这不是自从贺廷川被关禁闭后，大院又是一顿八卦，还有人背后蛐蛐云晶是扫把星，前途无量的贺廷川被关禁闭，都是他害的，恰好被云晶听见了。他当天中午就不去食堂吃，等着人家李嫂子菜上桌的时候，自带碗筷。都吃啊，看着我做什么？今天的白灼菜心、鸡蛋菜脯味道不错，要是有条鱼就更好了。你怎么在我家吃饭？不是李嫂子说我害得我男人被关禁闭，以后日子怎么过吗？嫂子这么关心我，还担心我日子不好过，我这不就来李嫂子家吃饭了，免得李嫂子担心我饿着。对上他们无语的表情，云晶热情招呼：都吃啊，你们不吃我就多吃点，这个鸡蛋煎的不错，下次多放2个鸡蛋。李嫂子和男人对视一眼，抹不开面子感人，主要人家有理有据，要不是李嫂子背后蛐蛐人家被发现，也不会招来这样的麻烦。云晶去别的嫂子家吃饭也是这个理由，把对方说的尴尬羞愧，懊悔不已，他们只能自认倒霉。王嫂子为了不让云晶去蹭饭，故意多放辣椒，以为孕妇忌口，不敢吃太辣，谁知道云晶更绝，她提前准备1碗凉白开，把菜洗一洗再吃，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唯一让云晶发愁的就是自己每天都要被迫走一次剧情，第一次被贺廷川发现送去医院，第2次被李爱国拉住，他恢复意识后一阵后怕。你怎么在这儿？是贺团长让我这个时间守在这儿的，说是你有梦游症，会乱跑，他被关禁闭不能守着嫂子，便让我来守着。嫂子啊，你怎么会梦游呢？这病能治吗？没想到贺廷川把这个走剧情的举动误以为是梦游，也好，免得还挖空心思解释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不想活了。可能能治好，也可能治不好，等以后去大医院看看再说。那可得早点看好，嫂子这个梦游太危险，方才要不是我拉着，嫂子差点跳下去了，这个人工湖挺深的。今日多亏了你，等你贺团长出来后，让他请你吃饭。这话说的好像人进去了似的。是禁闭结束后。行，到时候尝尝嫂子的手艺。云晶皮笑肉不笑，你敢吃我还不敢做了，肯定是出去吃啊。以后你每天都会盯着我吗？对，川哥是这么说的，让我盯着嫂子，直到他出来。这段时间嫂子放心，有我跟着，若是发现不对劲，便叫住你。嫂子，梦游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云晶肯定的点头，虽然他没真的梦游，姑且这个剧情大神的骚操作就是梦游吧，有李爱国守着，云晶松了口气，心里的恐惧还是无法消除。不会以后都这样吧？这样提心吊胆的活着有什么意思？神了，救救孩子吧！贺家嫂子在吗？政委来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那个冯倩倩受伤的事情，她那边无人照顾，现在腿脚不便，说是贺团长打了她，除了医药费之外，还要你们去照顾她生活起居。不去。若是不去，她继续闹腾，贺团长那边怕是会很麻烦。云晶本想说他才不在乎，一想到人家是为了他出头才动手的，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就算是塑料夫妻，也不能不管人家是不是。政委的意思是让我男人去照顾。冯倩倩真不要脸，没勾搭上贺廷川，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她是女同志，贺团长怎么好照顾？肯定不是她。说这话时，目光看着云晶，会意的云晶指了指自己。我去。对，我一个孕妇，我照顾她，我还需要人照顾呢，让我一个孕妇去照顾，真行。不如这样，你找个人代替你。不用，省得麻烦别人，我可以的，只要冯倩倩没意见，我就没意见。人家可是指明要你去照顾呢，能有什么意见？没被抓壮弓的高嫂子想到云晶平时的作为，于心不忍，主动当冤大头。要不我代替你去，你怀着孕呢。谢谢嫂子，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怎么能让你代替呢？我去，必须我去，免得人家借题发挥，给我爱人小鞋穿。不是说贺廷川的妻子胆小怕事，还不爱露面，整个就是乡下没见识的姑娘，配不上高大帅气、能力出众的最强团长吗？现在瞧着人家这媳妇，大是大非面前好着呢，还是会为自家男人着想的，这妥妥的贤妻呀！果然谣言不可信，贺廷川的妻子怎么可能差？他娶人家绝不会是被逼的，什么被迫娶妻，简直是无稽之谈。午觉也不睡了，送走政委后，云晶又和高嫂子说了几句话，收拾便去医院找冯倩倩去了。都打上石膏了，瞧着很严重啊，难怪不做人，让我这个孕妇来照顾你。你活该，谁让你教唆你男人踢伤我的？我想上厕所，你把我的尿桶拿来接着。冯倩倩，你认真的？不然让你来做什么？我现在动不了，需要人照顾，你就是来照顾我的，还是免费的。云晶气笑了，对上他颐指气使的小表情，拿着尿盆放在床下面，这是专门为行动不便人定制的病床，云晶才放好。冯倩倩指使裤子，云晶没拒绝，掀开盖在冯倩倩身上的被子，哗啦一下把她裤子给脱了。
你疯了，关门关门，快把帘子拉上。啊，关门，雨姬，你别装傻充愣。